都说了不清白的人不要上综艺。当代网友人均福尔摩斯因为再见爱人被网友认证合格老公的邓莎老公陆行被曝行贿。据2024年12月，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对石某艳受贿案的一审判决文书显示，行贿人陆某为实际控股企业的商人，在石某艳担任某中心远程培训处副处长时，行贿与换取股权、收购公司运营等便利，行贿财物总计1000万元，加包括了创联控股股票3141万股。现金人民币160万元，价值47万元的福卡。石某艳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但行贿人陆某并未追究刑事责任。若行贿背景属实，参加人物邀请陆行担任嘉宾，涉嫌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对传播先进文化的要求，节目存在停播风险。今天原本要上线的《再见爱人》第5季第2期宣布推迟上线。更巧的是，10月16日，《再见爱人5》才刚刚开播，节目里陆行和邓莎的婚姻矛盾就引发了热议，结果第2天他就辞去了公司职务。这波操作让不少人猜测，节目延期或许正和这场风波脱不了干系。从业内角度看，这对节目组来说几乎是灾难级事故，他们现在可能正忙着临时剪掉2人的镜头，重新拼接剧情，对多处6人同框画面打码，重新审查广告投放和品牌，露出一句话，剪辑师要加班加命，制作人要头秃到飞起，观众原本追得正上头，现在也只能无奈喊一句再见。再见爱人，说到底这一季还没走完，就先翻了车。看来看去，再见爱人4的人才是真正赢妈了，节目赢了，人也赢了。随着再见爱人5的开播，再见爱人4的嘉宾们又被流量卷了一遍，社交媒体一推，我的主页又开始刷起他们的新闻。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们最近都怎么样了。刚好我刷到了杨紫的一段新采访，这一段可以说是又真又拧巴又让人感慨。跟声音是真爱吗？还有 PUA， 你有爹味吗？不，他们是，我觉得呀，这个被问到结巴的男人，商业娱乐两开花，你以为他只是纨绔子弟？在徐水范围之内，不允许开豪车、开黄腔、假离婚，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假的？你跟声音是真爱吗？是真爱啊，我非常爱他，但是我尊重他的选择。那外界说你是假离婚啊？这段婚姻是失败的吗？每一段婚姻都是成功的，因为我觉得婚姻不能用失败和成功来界定。上一种相处模式的终结，都为接下来更好的相处、更幸福的相处奠定基础。但我现在和盛一的关系，甚至比以前更好、更亲切。在整个节目当中，爹味儿的部分，我相信是有的。但可能我不自知，我觉得你看婆婆妈妈和妈妈是超人，我都出过镜，大家都觉得我好善良、好孝顺，夫妻好和谐。上了这个再见爱人，大家觉得哇不可思议，不能理解。但实际上一个综艺它是现象，不是真相。今天咱们录了几个小时，可能你只能播出几十分钟，你要将我吹胡子瞪眼或者是磕磕巴巴的时候全剪到一起，所有人就觉得杨虎是个傻子，是个结巴，是个口吃。你完全可以把我塑造成这样，我说的对吗？我要演起来，谁也演不过我。你说你跟老婆跟老公没有吹胡子瞪眼，甚至没有声嘶力竭去争论的时候吗？一定有。如果把这些个瞬间剪到一起，整个的形象就被固化了。还有 PUA， 如果这些也算 PUA， 在日常生活当中，谁又做的比我好呢？对吧？那我愿意选择净身出户，又有谁能做的比我好呢？它毕竟是一个综艺，是现象，不是真相。现象当中所有的毛病我们也认，但是是人谁没有呢？离了婚以后又求复合2次，真的是想复合，还是为了流量炒作？还是那句话，断章取义。那你说你犯了一个错误，拿个鲜花，拿个戒指，其实这就是一个男人的常规操作，我们并没有不妥。后续我也没有带货，这件事就结束了。你架不住，无论是标题党还在这件事情刻意进行一个改编的人，那就站在那儿就行了，也会有新的话题出现。你看李国庆都再婚了，你下一次如果再结婚的话，你会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我们一直在憧憬未来，规划未来，但实际上你可知道，活在当下是最幸福的。所以根本不要焦虑，船到桥头自然直，凡事发生竭力于我。你没看得出来我成天乐呵呵的。但是网上那些切片呀，那些这个自媒体账号都在骂你呀，你不觉得冤吗？你是享受还是委屈？其实已经无感了。我觉得作为公众人物，其实你一定要承担一些你认为不应该承担的东西，因为这是代价，这也算是成本。作为人来讲，不能既要又要还要都要全要，这是不对的。你不怕失去热度吗？我其实一个不太追热度的人，但是大家都觉得你在炒热度。还是那句话，得与不得
都不如心安理得。那如果我要真正想要热度的话，拿到演员请就位这么有话题度的时候，应该去演戏。我选择了回家陪妈妈。其实你也看到了，你来也不是在北京见到我，也是确实我在家陪妈妈，而且你确实没有看到我去演戏，对不对？但你天天去做什么这个放狂枪，然后去做一些这个迷惑行为，你是故意的吗？去日本前的评论还是以调侃为主，是我自己评的。为什么去了个日本就变了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我是找了一些00后的小孩，成立了个评论小组。就这些小孩们在上线评论的时候，抓不住那个核，抓不住到那个你的精髓，对你的尺度。其实我的评论呢是往下走的。你比如说，听说圣衣开挂了，你看我说的是圣衣开挂了，我快挂了。我把闺蜜介绍给你吧，我就会评论你有多恨你闺蜜。这种好玩，只要是在大家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不引起对方的反感，大家又能开心跟你互动的前提下，大胆的去评。最后他们很委屈跟我说，我们评的很热闹，被评的人也很高兴，对，但有些人就不爽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其实我很好澄清，我回的他一定是日本、北京的和广东的那些，一定不是我回的。但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去？也没必要解释。对，去解释干嘛呢？对，那助理不是你选的吗？他如果把这个视频爆火了呢？你会发文公开表彰吗？不会。是的。但是刚才说起网暴这个事儿，有没有让你伤害最深的一次？哎呀，2000 years later， 我想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想到，我呢不太看网络的这些新闻。为什么呢？我不想看，我不想知道，好坏都没有关系。可能在这1年来听到说什么我有负面或者什么网暴这些词儿，你说的是最多。我觉得呀，人生就很无奈，我拿到了很多结果。我认为我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他们怎么会这么去想？那有时候也没办法。所有骂我说我的人，从内心来讲，我其实是挺祝福他们好的。如果他们因为骂我说我而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了宣泄，转为对自己的妈妈、对自己的爱人、对自己的朋友能够和颜悦色，我觉得这也是功劳一件。人生在世，唯一能把握的就是自己的态度，只要态度端正，可以抵御万物来袭。无论是什么，我自岿然不动就行了吧。那你觉得网上是喜欢你的人多，还是不喜欢你的人多？我没有去想过，身边的人喜欢我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现在觉得你的这个状态自洽吗？你觉得什么是自洽？很开心就是自洽呀，我很开心。你对成功的定义呢？还是快乐吧，幸福和快乐，活在当下的幸福和快乐。我觉得有些人呢，由于刻意的在意别人和世俗的眼光，而忽略了真实的感受。第二，有些人将最好的情绪给了外人，最差的情绪给了自己最亲的人。其实这最后你回想起来是得不偿失。只要是能改变，很多人就会更成功。我身上毛病很多，但我认为我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你看我根本就不 care 别人对我怎么评价，我只在乎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我的家人们在这件事上是不是他们会感到幸福，是不是会感到荣耀，我只在乎这些。你跟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包括我们俩每一次聊天，我几乎我们两个我都是最后一个收尾的那句话，我就是一定让你觉得你是我的朋友，应该在我这儿获得充分的尊重，要么我就不接触，我接触我就让你事事有回应。你看我不去回复那些所有对我的批评也好，什么评价也好，我其实不愿意去回复，但是我很在乎你跟我打交道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开心，你是不是愉快。看完杨紫这段采访，心里其实五味杂陈。你说他油吧，他又挺真诚；你说他真吧，又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整场采访他都在解释爹味，解释假离婚，解释网暴，解释被误会，但越解释越显得心虚。明明嘴上说我不 care 别人怎么想，可每一句话都在证明你们别误会我。杨紫身上最典型的气质是聪明的拧巴，她特别懂镜头，懂传播，懂说话的艺术，赢得一个我没错的结局。她想赢得体面，赢得理解，可惜她没意识到观众早就不在意他是不是错的人，我们更想看他是不是一个真的人。他说综艺是现象，不是真相，这句话其实挺对的，但问题是他自己也早就活成了一个现象，所以他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人还不错。杨紫、黄圣依、刘吉手、葛西这几位可以说是从节目到现实流量从没真正消失过。虽然当初被骂的最惨的是杨紫和刘吉手，但你不得不承认他们都挺会借势的。杨紫消停一阵子，现在全都开启了直播，而且场场人气都不低。最近杨紫的直播还挺出圈，
他那一段真的是又嘴欠又真性情，来感受一下。你应该去这期，对呀，我这不这个要去这期的话，就不会骂那么惨了，对不？我觉得我人还是不错的。你配不上圣衣，肯定是配不上啊！如果配得上圣衣，圣衣还应该求着我，他还会走啊。你说的不错，圣衣不错，我也知道不错呀，咱俩是一伙的。这是我闺女啊，为什么戴的假发？我操，真不是假发！我可这他妈什么假发？真不是假发啊！别闹，打了点摩丝就是假发。哎呀，老丈人好，玉超。那你看看，我得看看你什么条件。圣衣来卖货，我下几单。那你回头我把你这个消息，有条件的话，我转达给圣衣，好不好？脖子上翡翠要不要100个？脖子上这个翡翠，我告诉你，真不要100个。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它。别觉得我戴的就他妈一定很贵，看见没有？一排一排的，我告诉你，这玩意儿一排一排的。你现在还说100个不？好吧，100我给你10个，要不？兄弟们，告诉你。今天通过我10月22号直播间，我一定让大家知道什么叫高贵不贵，看见没有？都有什么？叮当手镯要不要？他不再像节目里那样爹味十足装深情，反而靠自嘲赢回了观众的一点好感。从被骂上热搜到靠自黑回血，杨紫现在的状态就是游得明白，活得通透。不得不说，某种程度上他的生活态度还蛮值得借鉴，你们说是不是呢？今天就说到这，改天跟你们说说黄圣依、葛西、麦琳的现状，有兴趣的评论区留言。